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8月18号，星期一，新的一周。今天约了观众，而且今天约特早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也约了大科员先生，我可能看见他了，一直跟那儿站着一位穿粉色裤衩的先生。他和大科员先生约了个6点10分，特别早，现在可能6点多一点点，应该是他。你好，介意被拍到吗？不介意，不介意。C 神好。你跟大科员先生约的6点10分，对吗？现在几点？现在看得了吗？我看一下啊，看一下我能看。6点。 6点整。那他应该从那边跑过来，我们向那边跑5分钟，再回来5分钟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看着练的还行，就偶尔跑一下。偶尔跑一下。从哪儿来？从西安。西安 ，OK。我经常跟 C 神我们在一起。是吗？对。那你们是一起轻松跑吗？没有，我跟不住他。我经常会在他跑的路上，找个拦住他。对。追星吗？对。这你这跟不住。谢谢，我帮你拿着吧。我看你跑得挺，谢谢你。这件衣服是我送给大科员先生的，是吧？大科员先生的，哪个比赛的？这个是那西马的一个比赛，西马比赛参赛服啊。希望您有机会来西安跑。谢谢。西安人是？对，谢谢小伙伴。这一件是我们的团服吗？哦，开心。吸汗速干，具备良好透气性，用痛感加油。小伙伴们，来自西安偶尔跑步跑团的蓝师傅，中间这位，大家好。在某书上约了大科员先生跑步，然后约了我跑步，现在不到6点10分，我们见面了。还给我们带了礼物。哎，小伙伴们，因为今天约了频道的观众一路聊天，然后有和大科员先生他们一起跑步，所以我们就没有跑步的时候聊。今天就轻松跑了15公里。今天第4个训练日，咱们照例还是回评论。第一位小伙伴说，特别不理解一起跑步，说跑不到一起的速度啊，这个可能是就是怎么说呢？你总会有人跟你一边快的，差不多的，只能说。就像我们跑团，你们每次看到第一方阵的我们这几位，基本都是2小时50以内。有的人呢是以耐力见长，有的人是以速度见长，大家就互相拉一拉，互相带一带，就挺好的。那好多事儿是说，就我原来也是一个特严丝合缝的人，但是后来发现其实不差那一点儿。然后这位小伙伴说，从71公斤到64.5公斤，因为他说的是斤，我就转换了一下，因为公斤是统一的那么沉，斤好多地方不一样。说速度没有发生变化，这个其实我是这么理解的，他也给自己下了一个小的定论，就是这是不是自己还不够拼？那我觉得是的，就是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包括我自己啊，就是你不知道你能跑多快，或者说你不知道你能在这么快的情况下跑多远。我是很早的时候就能知道自己跑多快，因为我一开始的各种训练，我每次其实都很尽力，就我大概知道说我5公里能跑4分20的配速，或者那时候说甚至能跑4分15的配速。但是呢，我在马拉松赛场上，我是好久才突破自己的这个精神的边界和界限。从2018年到2019年那45分钟，不是身体上的45分钟，身体上可能只占20分钟，剩下的25分钟是心理上的。就是我有时候跟好多小伙伴们说，就是你刚开始，为什么我说刚开始跑的时候可以拼一拼呢？因为那时候还什么都不知道，也许拼出来就拼出来了。
等什么都知道的时候呢，可能就害怕了。这是我的真心话。然后另外一位小伙伴说，那天听我说15公里4分配要能稳定输出，这是基本上就能轻松的破3了。说到夏天不行，这个怎么说呢？如果像现在这个天气，15公里跑不进1个小时，就跑不了4分，那我觉得如果差一点点，可能全程马拉松在3小时上下。对，如果能稳定破到1个小时之内，那马拉松不仅仅是破3了。就我对我们跑团这些朋友的观察，我觉得差不多2小时50左右的跑者，在这个天气下15公里4分配跑完是挺累的，差不多就是这样。因为我们跑团很少有2小时58、9的这种就是将破3和3小时02、03的跑者，所以我不太好跟大家做太准确的比较。然后另外一位小伙伴说，初跑者要先找科学的跑姿，等跑时间长固定了就改不过来了。这个呢，我认同一部分，但是呢，一大部分是不认同的。就我个人啊，因为不光是跑姿，你干什么运动、做什么事情，你的姿势都不是刚开始做这个运动的时候形成的，而是你这么多年的长大和这么多年的你的生活塑造的。就像有的人说，我八字脚，那八字脚不是跑步才让你八字脚的。举个例子啊，当然也有一部分是刚开始跑步的时候形成的，就是他说的没有错，但是这个就我个人认为不那么重要。但是什么跑姿需要纠正呢？我说过几个，第一个是跳着跑，第二个是八字脚，第三个是摆臂。那摆臂这有人说啊，那就是其实你说什么都不对，就是你说跑步追随自然，有人说你这不科学。然后我说摆臂可以纠正，有人说你看那个好多有名的日本选手摆臂都各式各样。对呀，就是你什么事儿都是你不能拿个例来以偏概全。我是说普通人来说，我们跑步摆臂是可以稍微控制的，跳着跑是一定要解决的，八字脚是可以控制的，你不控制也没关系。这马拉松赛场上还是谁跑得快谁厉害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我只是说这3点控制起来没有坏处。而其他的，比方说你说你要刻意控制哪儿着地，那这个事儿能力不到的时候，刻意控制哪个部位着地是有坏处的，刻意后撩，刻意什么都是会带来坏处的，这是我不成熟的观点。那几样不能说完全没坏处，偶尔也有，但是很少。然后最后就是关于昨天的体重话题，这一说就掀起了不少涟漪。不同平台都有小伙伴说你这不对，不能光看 BMI， 你得看体脂率。然后我就跟他讲，首先我这个节目面向的是跑步的人，或者说有锻炼习惯的普通人。这些人群里，只要你没有疾病，没有代谢的疾病，没有练过力量，就没有去健身房认真的练过力量，每个人的体脂率都差不太多，真的差不太多。你看像练到业余精英的马拉松了，再加上力量训练，也不过普通人可能也就是9%，也就9%。然后呢，你一般人，比方说你刚跑步跑瘦溜了，差不多13%、14%、15%，也就这样。而且最关键的是，你没有那个设备测，除非你去做那种体脂扫描，你有那条件，你去做那个，那是准的。那你怎么横向比较呢？你请别人也一起做吗？对不对？那不现实。就差不多，只要我们每天跑步，不管你是使劲跑、轻松跑，除非您是专业的短跑运动员，只要是跑马拉松的，大家其实体脂率都差不太多。就是那一点不足以决定你的马拉松成绩，真的不足以。就是体重是最直接、最关键的对马拉松的表达。我坚信的是那种，马拉松是一个自然的运动，马拉松是一个杂食的运动，马拉松是一个很灵活的运动，不那么精确的运动。真心话，就是您今天上了一个秤，您看告诉您体脂13%，明天上一个秤告诉您体脂16%，后天上一秤告诉您11%，然后突然过来一个人说，你知道吗？我体脂9%，你看着他哇，好精炼呀，比我强太多了，我像他这努力。但是这些数，第一不一定准，第二这些数真的不重要，真的不重要。就我们身体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有用。你看马拉松赛场上到最后，你代谢也是要分解脂肪的，对不对？那
如果我每天或者说超长的马拉松训练或者铁人三项的运动员，他可能每天的训练中都要分解一些脂肪。还有人说跑步掉肌肉，它不是掉肌肉了，兄弟，是让你的肥肉变少了，显瘦了。好多人说，另外我再说一点，我昨天的观点并不是说大家一定要什么体重，我的主要观点是体重或者说其他一些东西反映了你的努力，而那些说法，比方说，哎，我是个骨架子大的人，我就沉，天生就重，然后呢，我这都是肌肉，减不下去。有道理吗？有一定的道理，但是很多时候，它都是你潜意识里给自己找借口的一个东西。这话说出来确实不好听，可能有人不爱听，因为这种人其实是很多的。我原来胖的时候也是这种人，我也说啊，我骨架子大，就是这样。这是我今天想说的核心的观点。我昨天看了很多评论和弹幕，我觉得调整心态也有我们的老观众，加过微信的观众跟我说，看了您昨天的节目，我发现我现在70多公斤，他跟我一边高一点点，说确实还是努力不够。我觉得你不管是就是这样，我也会看很多了不起的人，我觉得我自己努力不够，但是呢，坦白说，我可能做不到，就人家那样，我知道人家很努力，但是我可能做不到，但是我好歹我知道，我觉得这样就特别好，或者说看到别人先想别人的好。就是如果总挑毛病的话，就感觉，那怎么说呢？不多说了，就这意思。我也跟那位先生说，我说体重这个事儿吧，练和生活都是它的一部分，确实是不容易。你看，比方说今天我这15公里轻松跑，然后我这个饮料就是字面上的0卡，就它肯定是有，但是少到可以不写。行，那就这么着，不跟大家多说了。今天最后一个训练日休息了，明天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回再见。